嘿，家人们 ，Edmunds 干了件大多数买车的人没时间、没银子，也没那耐心去做的事儿。他们把整个 SUV 市场的车都给测试了一遍，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最后排出了名次，就为了找出2026年最值得买的7款 SUV。这排名可不是靠炒作，也不是看品牌忠诚度来定的哈，它是基于实际用车体验来的，像车辆的可靠性、长期使用成本、安全技术，还有性价比这些方面。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好多人觉得稳扎稳打的那些 SUV 压根儿就没上这个榜单，反倒是一些大家没咋关注的车型，把那些养车成本高的车给比下去了。你看完这个视频，就清楚知道哪些 SUV 在2026年是真的值那个价，哪些热门车型会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让车主心里头不痛快。还有啊，为啥 Edmunds 选的第1名，完全重新定义了最佳的真正意思。榜单上的第1款 SUV 可重要了，它给后面的排名定了个调，因为它精准地体现了 Edmunds 现在最看重的那些因素。嘿，各位朋友，今天给大家聊聊马自达 CX-70 这款车。先说说它的亮点，这马自达 CX-70 可是主打高端价值，而且不用花那种奢华的成本。就拿2026款马自达 CX-70 来说，它在 Edmunds 榜单上可是荣获了第7名呢。为啥能有这成绩？因为它做到了好多 SUV 光承诺，但没几个车型真正能实现的事儿，让你有高端的感受，可养车成本却不高。马自达把 CX-70 定位成2排座椅的车，这是作为更大的3排 SUV 的替代选择。你想啊，就这一点，一下子就让它在长期实用性、效率还有成本控制方面加分不少。这车一上路，那精致感立马就出来了，特别引人注目。它内饰的品质啊，更像是雷克萨斯那种档次的，跟主流竞争对手可不一样，用的都是优质材料，设计也特别贴心。布局上优先考虑的是视野和舒适度，而不是搞那些花哨的噱头。Edmunds 一直都喜欢那种日常驾驶体验好的车，这 CX-70 轻轻松松就达到标准了。动力方面呢，马自达没跟着那些激进的趋势走，它可选的动力系统更注重平顺输出和耐久性，而不是追求极限性能。这对于那些打算长时间持有车辆，甚至超出保修期还接着用的买家来说，可太重要了。再加上能预见的维护费用，还有强大的安全技术， CX-70 能给你一种低压力的拥有体验，和 Edmunds 的长期评分标准那是完美契合。开车的时候，这 CX-70 表现得相当平衡，日常驾驶的时候沉稳又舒适，同时还比同级别的多数 SUV 更有驾驶乐趣。这种驾控信心，再加上马自达可靠的口碑，还有比较强的残值，让 CX-70 成了那些想要高级感但又不想承担豪华品牌维修账单的买家的理想选择。现在这 SUV 市场啊，好多车又大又复杂，可这2026款马自达 CX-70 靠着简约又卓越的特点脱颖而出了。它就是 Edmunds 评选最佳 SUV 时特别推崇的那类车型，专注于精致和均衡。不过呢，下一款登上 Edmunds 榜单的 SUV 是为那些更关注离开铺装路面后表现的买家打造的。咱来聊聊本田 Passport 这款车，这可是大多数买车的朋友都容易忽略的一款 SUV。2026款的本田 Passport 在排名里排第6呢。这车子啊，那可真是为那些真正会用 SUV 的人量身打造的，可不是只图个有辆 SUV 的虚名。它经常被大家给忽视了，为啥呢？它夹在尺寸小点的 CR-V 和3排座的 Pilot 中间，就跟家里的中间孩子似的。但您还别说，就这中间孩子的定位，反而让它特别有吸引力。在实际用起来的时候，现在好多现代的 SUV 都靠小型涡轮增压发动机，可咱这 Passport 不一样，它坚持用那种经过考验的自然吸气 V6 发动机。这发动机对车子长期耐用可太重要了，它强制进气的部件少，结构就简单，开的里程数多了，需要维修的风险也低。而且啊，这动力系统可是在几十万辆车上验证过可靠性的。Edmunds 一直就喜欢那些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动力系统，咱这 Passport 的动力系统就是其中之一。再说说这 Passport 真正厉害的地方，它的能力表现那叫一个出色。它可不是那种假装能越野冒险的小型跨界车，它可选的全时4驱系统那可是配备了实实在在的硬件，像可锁定后差速器，还有专门针对雪地、沙地和泥泞路况设计的驾驶模式。这和好多竞争对手比起来差距可大了。那些竞争对手就给弄个看着像越野风格的套件，配上粗轮胎，可底盘根本没啥实质性的机械优势。开着这 Passport 的时候感觉特别好，车子开起来又平顺又安静，还特别好操控。要是遇到路况不好的时候，它又能凭借好的牵引力和离地间隙展现出实力。咱就说这日常开着舒服，还真是有真本事的。这种结合可太少见了，这也是 Edmunds 对它排名评价这么高的重要原因。从经济这方面考虑呢， Passport 也特别靠谱，新车那股味道
散了之后，它发动机设计简单，过去的使用情况也证明它特别可靠，再加上本田的车子保值率一直都高，这就保证了养车的成本能在可预测的范围内。所以要是您想买一台耐用的车，能应付实际生活里各种需求，还不想让它成为长期经济负担，那这 Passport 可就是您的理想选择。2026款本田 Passport 稳稳地排在 Edmunds 榜单的前面。接下来呢，咱就不聊它的性能有多牛了，咱聊聊家里人都关心的话题，像车内空间是不是均衡，油耗效率咋样，还有养车费用不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高这些事儿。嘿，家人们，咱接着聊聊丰田大汉兰达这款车，就是2026款的丰田大汉兰达混合动力车型，它在 Edmunds 榜单上可排到了第5名呢。这大汉兰达空间那叫一个宽敞，开起来也不容易出啥失误，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排名呢？因为它帮咱解决了好多家庭一直以来的难题。好多家庭到后来才发现，在选车的时候得在空间和长期养车成本之间做个艰难选择，但这丰田大汉兰达就牛了，它把这俩事儿都给兼顾了。咱买家不用非得去选那种全尺寸的大车，也不用担心买全电动车型会有啥财务风险。和普通汉兰达比起来，这大汉兰达混动版更能应对咱真实的家庭生活。它第3排座椅可不是只能给小孩坐，成年人坐进去也舒舒服服的。而且把所有座位都放倒之后，后备箱空间还特别实用，装啥都行。Edmunds 一直就喜欢那种乘客和行李都装满了，还能稳稳当当开的车，这大汉兰达就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现实生活中开起来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里头最值得说到的就是它的混合动力系统了。丰田的混动技术在业内那可是出了名的成熟可靠，这么大一台 SUV 用了这混动系统，省油效果那叫一个显著。车主开着它加速又强劲，驾驶体验还平顺，油耗也低得和小型 SUV 差不多。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像纯电动车那样有续航焦虑和电池的长期问题。从养车的角度来说，这 SUV 也完全满足 Edmunds 的所有标准。它保养成本能提前知道，质量可靠，保值率也高，而且3排座家用车该交的保险费也合理。这简直就是为那些打算长期用一辆车、不喜欢频繁换车的人量身打造的。2026款丰田大汉兰达混合动力车型可不张扬，也不故意炫耀啥，它就是空间大、效率高，而且这设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Edmunds 评选2026年最佳车型的时候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SUV， 不过呢，也不是每个买车的人都需要3排座椅。要是有些朋友住在气候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那下一款要介绍的 SUV 和这大汉兰达可就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啦。咱来聊聊斯巴鲁傲虎这车，它的可靠性和日常实用性那可真是杠杠的。Edmunds 评选出2026年7款最佳 SUV 的时候，斯巴鲁傲虎排第4，为啥呢？原因特简单，它在现实生活里实用性超强，不像大多数 SUV 那样存在各种妥协。这傲虎不跟风追那些潮流，也不会靠一些花里胡哨的噱头来抬高价格，更不会对买家真正需要的功能额外收钱。每一辆2026款的傲虎都标配了斯巴鲁全时对称4驱系统，没有啥升级包，也没有那些藏着掖着的配置要求。这可太重要了，稳定的4驱性能不光能让你开车的时候心里有底，对冬季安全、恶劣天气下的牵引力，还有长期使用的风险都有直接影响。特别是在经常下雪的地方，像傲虎这种车往往能减少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事故。保险公司和做长期成本分析的人可都不会忽略这一点。Edmunds 在排名的时候也特别看重车辆的耐久性，傲虎在这方面的表现呢是有目共睹。这些车只要保养得当，经常能跑超过20万英里，而且傲虎没有那些过于复杂的豪华科技，所以它比好多车型都更耐造，开久了故障少，也不会突然冒出啥昂贵的维修费用。再说说日常使用的感受傲虎的视野特别好，坐着也舒服，车内空间宽敞又实用，装东西的地方大，而且还不失风格。它就是实实在在为真正开车用的人设计的，可不是那种为了充面子去租的车。傲虎标配4驱，又经过时间证明特别耐用，还能让你用车的时候省不少心。就因为这些，Edmunds 把2026款斯巴鲁傲虎评为前4名。要是说傲虎赢就赢在啥天气都能让你开车有自信，那下一款 SUV 可就是以坚不可摧出名啦。你说怪不怪？这丰田 RAV4 感觉挺普通一车，咋就还能胜出呢？就说2026款的丰田 RAV4， 人家在排名里还能排到第3呢。这原因估计能把一些打算买车的人惊到。它胜出靠啥呢？其实就是它不追求那种刺激感，这可不就是咱平常说的家用车吗？
你可别觉得家用车就不好，在咱们长期用车的过程中，这家用车的说法那可是一种赞美呢。这 RAV4 呢行驶里程超过20万英里的口碑可不是吹出来忽悠人的，那可是靠着多年来真实的使用数据，还有车主们的实际体验攒出来的。丰田啊，先考虑的是车的耐用性和稳定性，不像有些车整一堆花里胡哨的功能，没几年就过时了。Edmunds 在给那些打算让用户开个10年8年甚至更久的车做排名的时候，就特别看重丰田这种理念。再说说这 RAV4 的混合动力版本，那可真是让它稳稳的在这个排名里占了个地儿。这混动版实际开起来油耗差不多能达到每加仑40英里，和那些传统的汽油 SUV 比起来，长期看能省老多油钱了。而且啊，和纯电动车比，它也有优势，不会担心跑一半没电了，不用操心充电的地儿好不好找。也不用担心过几年电池换起来要花多少钱。还有啊，这丰田 RAV4 的二手车保值率那也是杠杠的。别的车开几年就不值钱了，可这丰田 RAV4 不一样，就算开了好多年，二手的照样能卖个高价。这可是实实在在影响到你买车用车的总成本呢。Edmunds 为啥一直给它这么高的评价？这抗贬值的能力可是重要原因之一。要是你想买个动力强点的车，那丰田 RAV4 Prime 这款可就厉害了，它加速性能能和那些更贵的豪华 SUV 有一拼，还能有纯电动模式呢。平时上下班近处开就用纯电，这性能和效率两手抓，还不耽误车的可靠性，像这样的车可不多见。这丰田 LAV4 啊，你去试驾的时候，它不会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吸引你，但是等你开个5年，它还跟新的似的，稳稳当当的，到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个好车了。而且它价格还实惠，更省油，比大多数同类型的车都更保值。这就是为啥说2026款的丰田 RAV4 就算没那些让人激动的亮点，也总能拿奖。Edmunds 也一直把它评为你能买到的最好的 SUV 之一。有的人觉得可靠性和真正的豪华不能同时有，等你看看这丰田 RAV4 就知道这话可不对了。嘿，家人们，今天给大伙唠唠2026款的雷克萨斯 TX350H。这2026款雷克萨斯 TX350H 啊，那叫一个奢华，但又不会让你有啥经济负担。它凭借在豪华 SUV 里少见的出色表现，直接荣登 Edmunds 榜单第2名了。它能让你舒舒服服的体验那精致的感觉，而且啊，拥有它可不像是一场财务上的赌博，不会让你一下子就掏空钱包。这就是雷克萨斯的魅力，它没搞那些老派的过度设计，而是一门心思专注在真正重要的长期价值上，像啥可靠性、效率还有保值率。从核心技术上说呢， TX350H 靠着丰田特成熟的混合动力技术，一下子就和那些欧洲豪华品牌区分开了。它作为一款3排座的 SUV， 实际油耗表现相当不错。更厉害的是，它那动力系统特别耐用，完全不用担心用没多久就出问题。既没有整那些复杂的涡轮增压去追求性能数字，也没有那些容易过时的实验性技术，就只有稳稳当当，能让你心里有数的运作方式。也正因为这点， Edmunds 在长期评测里一直对它好评不断。咱再说说这车内环境，安静又舒适，这也一直是大家对雷克萨斯驾驶体验的期待。里面的用料那叫一个高级，但又不会很脆弱，布局也很直观。第3排的座椅成年人坐上去也一点不憋屈，这可是一辆实实在在为咱普通家庭设计的车，不是那种只能短途试驾着玩玩的。Edmunds 特别看重实用性，这 SUV 就算坐满了人，也照样能稳稳当当跑，不会出啥幺蛾子。从养车成本的角度看，这 TX350H 更是厉害的没话说。历来雷克萨斯的车贬值就比大多数豪华 SUV 都慢得多，再加上它安全评级高，维修费用也能提前估摸出来，所以保险费用也一直在合理的水平。对于那些想享受豪华又担心5到7年之后要花一大笔钱修车的买家来说，这一点可太关键了。2026款雷克萨斯 TX350H 它不张扬，也没必要张扬，它稳稳当当，效率还高，而且是经过精心设计，就是为了能长久耐用。它就是 Edmunds 推崇的那种 SUV， 还被列进2026年最佳购车选项排行榜里了呢。不过呢，就算它又奢华又宽敞，也还是比不过那台在各方面都做到极致完美，被 Edmunds 排第1，真正把拥有这件事做到位的 SUV。哎，买车嘛，图啥？不就是图个省心，图个可靠吗？今儿就给你推荐一款连美国老牌汽车媒体 Edmunds 都直呼内行的车，2026款本田 CR-V 混动版。人家直接给他颁了个2026年度最佳 SUV 的奖，为啥？就因为他太懂咱们普通老百姓了。咱们买车不就想要一辆天天都能开，不用瞎操心的车吗？你听我给你掰扯掰扯它好在哪儿。这车省心，本田的混动系统那可是金字招牌。
你想想，它既有电车的低油耗，又没电车的里程焦虑，完全不用去琢磨啥充电桩，也不用担心电池用几年就不行了。这套系统非常成熟稳定，开了5、6年，跟新的一样，没啥意外。车的设计也简单，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零件少，出问题的概率自然就低。开得越久，心里越踏实。这车省钱，这油耗绝对是实打实的省，加油的钱能给你省出一大笔。还有这车保值率贼高，以后你想换车卖掉，发现它的价格比同级别车都坚挺，这不就等于帮你省钱了吗？加上保险费用也相对合理，算下来开这车的总成本真的低。再说了，这车好开，内饰是没那些酷炫的大屏幕，但每个按键每个布局都清清楚楚，你一上手就会用，视野也特别好。它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图一个实用舒服。这就是一款为你日常通勤、买菜、接娃量身打造的 SUV， 不是那种只能放车库里供起来的艺术品。说白了 ，CR-V 混动版就是靠可靠这2个字，悄悄的在主流 SUV 里坐稳了头把交椅。你无论是想开个10年8载，还是开几年就换车，它都能给你一个非常可预测、安心的体验。这不就是 Edmunds 选它当最佳 SUV 最重要的原因吗？话不多说，自己去 4S 店试驾一圈，你就全懂了。